1962年10月20日，对印自卫反击战爆发，全世界的目光顿时被吸引到了亚洲。当时中国的外交环境并不好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虎视眈眈，趁着中国与印度交战，他们都想从中得利。美国更是直接找上了蒋介石，以反攻大陆为借口，希望能够再次挑动中国的内战。对于蒋介石来说，反攻大陆是他一直在叫嚣的口号。然而这一次美国把机会送到了他面前，蒋介石最后竟然拒绝了，这引起了无数人的猜测，难道蒋介石的内心良知未泯，所以不愿意做此趁火打劫之举吗？这种猜测或许是把蒋介石想得太过高尚了。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复杂的，蒋介石不愿意依从美国的意思挑起内战，更像是一种识物的结果。印度之行，蒋介石和印度之间其实本身就有点不愉快。在1942年的时候，蒋介石曾经访问印度，蒋介石对印度是抱着一种高高在上的心态的。虽然当时国民政府的状况也是千疮百孔，可蒋介石认为自己虽说在英国、美国这些资本主义国家面前抬不起头来，但是风头压过一个小小印度还是不难的。而且蒋介石这次来，身上还带着英国人交给他的政治任务，这让蒋介石更加的志得意满，不把印度放在眼里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之后，日本为了断绝其他同盟国给中国资助，所以直接封锁了海上运输线。如此一来，从印度到缅甸的运输线就成为了我国的生命线，所以和印度搞好外交关系是很有必要的。但是印度和英国之间偏偏又存在着极其严重的矛盾，英国长期在印度殖民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。随着二战以来民族意识的崛起，印度国内反殖民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，英国政府为此焦头烂额。印度虽然国力衰弱，但到底是一个很有地区影响力的大国，在当年的时代背景之下，反法西斯是第一位的。为了让印度配合二战的工作，在西方诸国的压力之下，英国最后不得不做出让步，那就是同意印度所争取的独立，条件就是印度也要加入同盟国的阵营之中。但英国让步不意味着让渡他们在印度所有的利益，反正英国开出来的本来就是空头支票。双方在谈判桌上依旧是不断的拉锯，这也就导致英国想要通过印度往我国运送物资尤为艰难。为了安抚印度的情绪，英国就想到了蒋介石。中国和印度算是邻国，现在同样面临着独立和反侵略的问题，某种程度上算是同病相怜。而中国现在离不开印度这个盟友，因此英国对蒋介石寄予厚望，希望他能够借这次出访印度的机会调停国际关系。不欢而散，这让蒋介石大为兴奋。虽然他并不了解印度，不过在蒋介石看来，自己背靠英美两国，印度没有拒绝自己的理由。所以在印度见到甘地之后，蒋介石就开门见山地提出，希望印度能够认清现实，与同盟国合作。但甘地的回复却让蒋介石大失所望。甘地说，印度不阻止向中国运送物资的行为，但是只要英国不松口让印度独立，那印度也就不会加入到反对日本的阵营当中。甚至甘地还反过来要求蒋介石去劝劝英国，让英国尽快做出让步。这和蒋介石来之前预料的情况完全不一样，他只能继续苦口婆心地劝。可甘地这边早就明确了立场，哪怕蒋介石磨破了嘴皮子也收效甚微。就这样，谈判不欢而散。蒋介石本以为来到印度面对的是万众欢迎的场面，可是由于他站在英国一方，所以不管是印度普通老百姓还是印度政府，都对他表现得非常冷淡。等蒋介石从印度回来之后，丘吉尔那边的态度更是糟糕，明里暗里认为蒋介石无用，这让蒋介石备受屈辱。国民政府在西方政府面前本身就地位不高，现在好不容易有个显露面子的机会，却也办砸了。蒋介石内心对于印度的印象自然大打折扣。蒋介石把这件事情视为自己一生的耻辱，同时也让他对印度的看法发生了转变。印度独立是迟早的事情，这一点除了英国不愿意接受之外，其余的国家领导人都已经心知肚明。但独立之后，印度会变成一个怎样的国家却有争议了。许多人觉得印度有足够大的面积，足够多的人口，物产丰富，地理位置也很不错，如果摆脱殖民主义的控制，那无论如何发展的也不会太差。也正因为看中了印度的这种政治潜力，所以英国、美国、苏联等国家
先后在这块土地上进行自己的投资。美国和苏联后来更是直接鼓动印度侵犯中国边境，希望印度能够和中国分庭抗礼，以摧毁诞生不久的新中国政权。但这样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傲慢，他们不了解印度政府，更不了解新中国政府。而蒋介石相比之下反而客观一些。首先，出访印度让他意识到，印度虽然有潜力，但是能否彻底摆脱大国的控制是个未知数。而且这个国家复杂混乱的政治情况，加上政府的短视，很有可能直接摧毁这个国家所谓的潜力。而我党和蒋介石做了几十年的对手，没有人比蒋介石更了解解放军。所以当西方资本主义认为解放军不堪一击的时候，蒋介石却绝不敢把事情想得那么天真。因此当1962年的战争爆发的时候，蒋介石和美国的看法本身就存在严重的分歧。权衡利弊，战争爆发的节点正是全世界剑拔弩张的一个时期。不过却不是因为中国和印度之间的战争，而是因为古巴导弹危机。这一次危机险些成为了第3次世界大战的前兆，美国生怕哪天就成为了苏联的核弹试验场，所以实在是没空亲自去掺和印度的事情。直到中国和印度第一阶段的战争过去，古巴导弹危机的阴影才渐渐消除。这个时候美国终于腾出手来，打算在亚洲搅一搅局了，而苏联也打算凑个热闹。这时候中国和美国苏联的关系都闹得很僵，在两个大国的挑动之下，似乎中国败局已定。正因如此，美国才敢带着条件来找蒋介石谈判。在美国看来，蒋介石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棋子。虽然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计划多半不会成功，但是只要能在中国内部制造混乱，对于美国就是有利的。但美国人心里怎么想，蒋介石太清楚了。这些年来他与美国的相处并不愉快，美国给蒋介石画了许多大饼，可真正实现的却一个都没有。何况美国又要对内政指手画脚，这对权力欲极强的蒋介石来说是无法忍受的事情。现在美国要趁着中国和印度打仗的机会，要蒋介石去反攻大陆，在蒋介石看来就是让自己去前线当炮灰。蒋介石有几个顾虑。首先，印度侵犯中国的边境，中国解放军进行反击，这是正义之举，是得到全国上下老百姓一致支持的。蒋介石如果在这个时候突然发起内战，他自己便先天不占据战争的正义性，而且当此国家危难之际，恐怕老百姓的群情激愤都足以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再说现在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都已经加入了棋局，蒋介石实在不想自己也烫进浑水。美国和苏联完全是在玩政治游戏，把印度和中国当作棋盘上博弈的两方。但是不管是美国还是苏联，其实也并没有像嘴里说的那么重视印度。就像美国，他们在初期给印度提供了一些经费，但是到后期援助就越来越少，甚至只是嘴上喊喊口号。苏联在这件事情上也和美国达成了惊人的默契。说得直白一些，如果美国和苏联真的有心要帮印度解决麻烦的话，凭他们两个大国的国力，中国又怎么可能在1个月之内就结束这场战争呢？不过是美国和苏联都不想尽全力罢了。印度和中国在亚洲都具有非凡的影响力，不管谁一家独大，对于美国和苏联来说都不是好事，所以他们不过是想扶持一方，压制另一方。这种事情早在解放战争时期，蒋介石经历的太多了。之前蒋介石好歹还能跟在美国屁股后面捞点油水，现在让他白白拿自己手里的资源扔给美国消耗，蒋介石才不会干这种亏本生意。而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，蒋介石从战争初期就判断印度不可能成为赢家，这和美国所想的不同。美国认为印度和中国应该会陷入长期的拉锯战，只要战争一直持续，那对印度和中国都是巨大的损耗。等到双方都精疲力竭的时候，美国就可以直接下场收割利益了。显然美国在亚洲吃到的教训还不够，他们没意识到解放军的战斗力有多么强悍，更没有意识到印度方面的作战能力有多么差。在对印自卫反击战战后的总结会议上，我军的将领曾经形容印度军队的战斗力约等于国民党的2流部队。印度拿这种军事力量来和中国硬碰硬，实在是有些不知死活。强国梦碎，当然这是战争结束之后的评价，在开战之前，人们对印度的确是高看一眼的。那时候中国在国际上被孤立，
国内又遭遇天灾人祸，看起来发展前景十分渺茫。印度却显得左右逢源，跟美国和苏联的关系都打得火热。新政府建立之后，一派锐意进取的状态，又不断地扩充自己的军事实力，从美国、苏联手里都买来了不少新式设备。更重要的是，印度在与中国交战之前，和周边邻国都打过仗，而且几乎都取得了胜利。不管怎么说，印度的体量放在那里，打击周边的小国，的确还是不费吹灰之力的。这一系列的事情，给美国、苏联以及全世界无数的国家造成了一种错觉，那就是印度在逐渐变强，足以与中国比肩。乃至于世界上流传着这样一种论调，印度即将成为继美国、苏联之后的世界第3强国。这个口号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，可能是一句很荒诞的话，以印度这样苟延残喘的实力，恐怕连强国的边都碰不上。但需要知道的是，全世界对于印度的滤镜，正是在1962年之后被击溃的。在此之前，印度给自己包装出来的形象足够完美，甚至印度自己也相信有挑战中国的实力，于是屡屡在边境挑动争端。为了压制这个上蹿下跳的邻居，中国只好用战争解决问题。而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给中国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战争环境，印度则即将迎来一场将他们信心击溃的败仗。这场战争仅仅用了1个月的时间，解放军几乎是以摧枯拉朽之势结束了一场战争。这是美国人不敢想象的，但却是蒋介石早有预料的。作为一个和中国解放军有过多年战斗经验的人，蒋介石甚至可以在此刻骄傲一下，毕竟他展现出来的战斗力比目前的印度还是要强出许多。而蒋介石始终不同意美国趁此机会反攻大陆的原因也在于此。印度在区区1个月之内被击垮，蒋介石在这种时候反攻大陆，恐怕是自寻死路的行为。在这一阶段的蒋介石日记里，也反映出蒋介石一直密切地关注战场的环境。他或许也心存一丝侥幸，希望印度真的如美国口中的那么强大，能给他提供一次反攻大陆的机会。但没过几天，蒋介石就停止了这种幻想，印度所谓的强国梦就此破碎。直到今天，印度依然是那个让人摸不清头脑、不知前路何在的国家。或许这就是印度最大的悲哀之处。